好，那接下来是最后一个小问题。你现在已经学了一堆有的没的，那应该感觉你自己相当厉害，你很牛逼了。那我们应该可以来直接做一些小专案。我们去当削钱的人，我们去帮电影院做票房统计系统。那一般来讲，你如果还记得我们要让 Python 有短期记忆的方法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统计可能什么谢欣达选总统是他现在有卖出999票，或者是什么绝命终结战血脉他卖出444张票的话，那你应该要好好使用变数这个东西。那接下来你要让你的程式有逻辑判断的功能嘛？那你就使用那个 if else 之类的，然后就写什么等于等于，然后接下来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写好的功能是要拿去跟别人合作的，你还会把它包成函式啊，或者是包成 class 之类的，那你就会写出一个大概这样的东西嘛。那这边有个问题，就是这看起来巨不好用，因为这不好用的原因是，如果今天你多了一个新电影叫做摩西过红海，那你这个函式就没有用了，因为你这边它搜索不到红西过红海这一个哦，那个东西好像叫摩西过红海，好随便，好，反正你就会发现它不在我们的那个判断里面。那你这个函式你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就是你再多写2行程式码给他，要么就是你直接破防，然后放弃它，然后去跟那个电影院的老板道歉。那我相信你们会来看这部影片的人，一定是你们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，然后你们变巨店，然后之后年入300万。那我们会需要一个可以动态新增变数的东东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就有巨电电神聪明同学会讲了，我操，我们应该要砸 list 有 append 可以用，我操！那我得说，那同学你的想法相当聪明，巨电，你未来一定是个天才。那可是这还有一个大问题，就是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东西看起来巨难写。那我们需要一个动态新增变数的东东，而且我希望我的名称丢进去就可以取值，就是它最好巨好用，然后不要看起来这么丑，或者是根本不能新增变数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字典。那字典本身也是一个算是别人写好的东西，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class。那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我们在使用 class 之前，你要先造一个 class 出来，然后把它丢给其中一个变数。所以说，在现在这个状况下，我们是先造了一个字典出来，然后把它丢给票房。所以我们现在有票房这个字典了。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在票房的字典里面塞变数呢？那我们要用字典的原因，肯定是因为我们不想要使用难用 index 来做这件事情。那字典很牛逼啊！字典的 index 你想塞什么都可以，你可以塞你的字串，你也可以塞数字，你也可以塞浮点数，然后你可以塞我不知道啦，你可以如果你想塞布林的话，你应该也是可以塞，但是通常不会有人塞布林。那我们就可以很开心的在票房后面塞谢欣达选总统等于那个999，然后大尾卢曼山等于的999。那这样子，我们的这个票房它就会像是前面的 list 一样，自动新增一个变数叫做谢欣达选总统，而且把它的值设为999给你。那你要怎么用这个字典呢？其实也很简单。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前面 list 的用法的话，就是你的 list 名称后面加上 index。那我们的字典也是前面是这个名称，然后后面加上你的 index。但因为你这个 index 什么都可以，所以你就是想塞什么就塞进什么进去就对了。那我们的查询票房系统就从前面这个鸟样子变成这个样子，相信大家都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字典是一个多好用的东西，你们一定要把它学起来。那你以为字典只有这样吗？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我们刚才说了，它可以动态新增东西，我们的字典也可以动态新增其他变数，就跟刚才说的一模一样。
所以说，你除了写查询票房这个功能，你还可以顺便写一个新增票房给你的老板，哇，你老板会开心死。那基本上这就是字典的介绍了。那这个东西介绍完，大家应该会用字典。然后最后面，恭喜你完成这系列的课程。那我们有个温馨小提醒，你有没有发现你上面的扣有很多中文？那这边提醒各位一下，就是你们打扣最好不要用中文，不然你的合作伙伴会破防，像这个样子。那你就像这只猫一样，不知道你被骂了什么，但是它会一直狂骂你，然后你会遭人怨，很可怕。所以说建议千万不要用中文写程式。那这堂课到这边为止，谢谢大家，记得好好复习。